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：刚打完一波敌人，弹药见底，你记得上一关路过一个补给点，刚想转身回去拿，却发现门关了，桥塌了，后路被截了。补给点就在那儿，可就是回不去。玩游戏本来就是图个爽，可问题是明知会让你不爽，游戏为啥还要这么做？大家好，我是 Gavin， 这一期就来聊聊游戏里的封路真的是在故意刁难玩家吗？在《使命召唤2战》游戏的第一关里，当你在清理完第一座碉堡，进入后面的碉堡后，如果此时想回到先前的补给点补弹药，就会发现碉堡的门不知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自动关上了。假如此时弹夹打完，你就只能从倒下的德军手里边去捡武器，虽然还能接着战斗，但当你真正回头撞上那扇关闭的铁门时，你就会突然意识到你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，游戏好像在刻意控制你。这种出戏的感觉有点像走路想事情，脑袋不小心撞到电线杆，这种突然的意识跳脱就叫沉浸裂缝。这个时候身经百战的你或许会自然想到，游戏此时关门封路肯定就是防止玩家可以无限补充弹药、医疗包，直接作弊起飞。好吧，算你厉害，你的确说到了点子上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只是因为怕作弊，直接把补给点删掉，同时又保留玩家自由探索的空间，岂不更两全其美吗？可为什么游戏却没有这么做，而是选择封路这个看起来更傻更笨的方式呢？或者换个说法，游戏里的封路在牺牲了一部分沉浸感和自由的同时，究竟换来的是什么？过河拆桥它真的值得吗？那么我今天就要告诉你的是，它当然值得，因为换来的恰恰正是游戏最核心的内容价值——体验。因为当你再也无法通过返回上一个碉堡无限补充弹药的时候，每一颗子弹、每个医疗包就会瞬间变得贵重起来，资源变得稀缺，玩家就会精打细算，就会尝试希望每颗子弹都能精准命中敌人要害，同时也会尽力避免自己受伤，减少对医疗包的消耗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时候你的决策变重了，面临的风险被放大了，设计在抬高玩家赌注，而你却变得更认真了，玩得更上头了，这才是游戏最想要的。可是即便上一个碉堡删掉了弹药补给点，游戏也允许你自由探索，但却不给你任何奖励，那玩家回到上一张地图自然也就没什么意义。而假如游戏不仅允许玩家反复探索，还会刷出新资源，那就是开放世界的玩法了。而战役关卡节奏永远更优先。这类游戏一旦允许玩家毫无目的的回头闲逛，刚刚战斗累积的紧张感就会被直接冲散。对节奏推进为核心的线性游戏来说，这种松动几乎是致命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种单向推进的关卡结构本身就更接近真实战场的逻辑。本来辛苦推进了几百米的战线，你却突然从前线跑回来拿弹药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演。因此作为一款线性单人游戏，它也是通过关门分路的方式强行推着玩家只能向前，来模拟战场的真实压迫感。虽然关门封路换来了核心的沉浸体验，但玩家对其形成的误解和体感割裂却是实实在在不可避免的发生了。所以误解需要消除，割裂需要弥补，自己挖坑自己填。那游戏又为填坑做了哪些努力呢？既然要关门还不要被玩家察觉，换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关门声小一点，动作轻一点咯。没错，只不过游戏做得更为激进些，直接去掉了关门声，甚至连关门动作都没有，仿佛那道铁门从来就没开过。而且不光是去掉声音和动作，游戏为了竭力弱化封路这一突兀操作，甚至连门都不想让你看到。所以你发现了吗？门边都没有引导灯光，就是为了让你意识不到门的存在。
那我刚才是咋进来的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好事的玩家可能还是会溜达到铁门或者路障附近，城进裂缝还是会被察觉。那又该怎么办？所以为了让封路封得有道理，叙事更加的合理化，于是接下来你就会不断听到来自队友 Zuzman 老妈般的反复催促。 Daniels, I think we went this way. 这可比空气墙强多了。但如果你对异常有着天然的高敏感属性，还是会有被强行剥夺控制的感觉。游戏也做了最后的补偿，那就是让游戏的主动权始终都攥在你的手里。所以当你在铁门和路障附近逗留时，你的队友在等待，战斗被暂停，只有你才是那个可以推进战争进程的唯一主角。所以你看啊，即使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游戏也在透过各种设计上的小巧思，着力为玩家带来更为丝滑的游戏体验。因为沉浸感固然强大，却也更为脆弱，脆弱到几乎一碰就破。那么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试想一下，假如游戏不封路，允许玩家自由探索，那又会发生什么？我估计啊，那应该只会把这款二战题材的 3A 大作变成了一个只剩下不停装弹、瞄准射击的大型游乐场吧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所以游戏看似无法让玩家回头，让你不爽和心塞，但殊不知，紧张刺激的战斗体验在此刻才真正成立。因为有些限制虽然看着不爽，但却不是剥夺，而是设计在控制节奏，在抬高决策成本，在塑造沉浸体验。好了，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的分析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并转发。我是 Kevin，我们下期接着拆。